哦，年轻哦，这是从前的事情，这是年轻的赫默和塞雷亚。拜托了，哇，这一幕好棒啊！请务必挽回他的性命。哎呀，有些事情你们不必跟我说，这种东西看着自己就懂了。有些看错的，或者说我随便猜了，你们也不要纠正剧透什么的，就顺着我的来看就可以了。乔伊斯，注意监控室血压、心跳，采血进行血液原始检测，强心剂0.25毫升，准备阻断剂。所以说，看来小火龙是被塞雷亚带过来的。带来的时候看来已经挺严重了。赫默研究员，老师，帕尔维斯。那么就由我来介绍一下，真的是塞雷亚主任。塞雷亚主任这是负责抢救伤员的赫默研究员，好可爱啊！这个赫默，从前的赫默真的好可爱，像刚毕业女大学生一样。但是塞雷亚已经帅得不行了。赫默，这位是防卫科主任塞雷亚。你好，赫默研究员，辛苦了。你好，塞雷亚主任，久仰啊，久仰啊，有这个味道。病人现在状况如何？病人处于矿石病中后期急性发作，经过抢救，目前生命体征平稳，但情况不容乐观，血液原始结晶密度达到0.45。体表可见大量原始结晶，且出现原始变异症状。血检结果显示他的种族是萨弗拉，但他却长着萨卡斯的脚，尾巴也出现形变。目前我们虽然维持住了基本生命体征，但伊芙利特还未脱离生命危险，依旧处于病危状态。我明白了，伊芙利特是啊，我看到他的衣服上写着这个名字，就暂时这么登记了。也好，那么我介绍一下他的其他情况。5小时前，特里蒙城郊外的某个实验室发生爆炸，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。防卫科接到特里蒙市政府的特殊救援请求，前去救援，而伊芙利特是我们的救援行动中发现的唯一生还者，而且作为事故亲历者，相信他将有助于我们的事故调查。明白了，我们会尽力，但以目前伊芙利特的状况，恐怕办法还是有的，只不过伴随一定风险。我们可以试试嵌合疗法。这是啥？我听说过，有几个国家的实验室也在研究类似原理的疗法。没错，通过手术在病灶精确植入经过处理的原始碎片，再注射特制药物。啊？还要把原始碎片注射进去吗？这些植入的碎片将被激发出一定活性，进而吸附患者体内病灶附近的原始。有点像处理结石，控制原石扩散，缓解矿石病症状。这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全新治疗思路。老师，可是嵌合疗法还不完善，甚至还没有进入临床实验，直接在病人身上采用会不会太冒险了？我不否认，但以目前状况看，别说协助调查，他甚至很难坚持到下周。唉，很理解，我感觉有很多医生都是因为这种事情最后患上了很长的这种，就是把还不完备的那种方法用在病人身上，只是因为太急切的想救病人，但是最后出现一些事情，很容易把医生给搞抑郁了。与其看他死，不如拼上一把。况且紧急情况下采用实验疗法也并非没有先例，这件事情我会向上报备。我同意帕尔维斯主任的意见。赫默，你来担任我的副手，担任这次实验疗法的执行主导人，我会安排乔伊斯协助你。塞利亚主任，请放心，赫默研究员和乔伊斯研究员都非常优秀，一定能伊芙利特现在肯定是，一般这种孩子都是叫什么来着？防御心很重嘛。冷静，我不过来，先把那个放下来。哎，
这种孩子是这样的。塞利亚主任，那个病人现在非常虚弱，请您尽量不要刺激到他。我明白了，伊芙利特，我叫塞雷亚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，把刀给我，好吗？他还是很害怕的样子。哎，肯定啊，就任何人经历过这种事情，就不可能不害怕吧。我掉了个东西。你们后退，先别靠近。为什么塞利亚主任靠近时伊芙利特没有应激反应，我们靠近却……难道是白大褂？哦，因为他看到研究员就很害怕。伊芙利特，哦，赫默，妈妈的感觉，温暖。没事，没事了，这里没有人会伤害你。他怎么样？没什么，他只是太虚弱，睡着了。唉，嵌合手术开始。1周后，莱茵生命结构科实验室。啊，利弗利特已经恢复活力了。赫默，乔伊斯，我搞不定他，还是你们来吧。把药给我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好，赫默研究员，乔伊斯研究员，塞利亚主任，你好。我是想来看一下病人的情况，他看起来似乎好多了啊，我看起来也觉得他好多了。没错，目前看嵌合疗法疗效很明显，伊芙利特在好转，但是那是原始记忆。确认，伊芙利特具有能够释放火焰的原始记忆。哇，那这看起来就很危险啊！用火焰的那种能力，往往都是比较容易被判定为危险人物的，让我想到爱丽丝学院。他紧张的时候常常会这样恐吓周围的人。植入手术完成后，需要定期注射特制药物来激活植入的原始碎片，但他对几乎所有人都有强烈的警惕和敌意，所以每次研究员们要为他注射都会很困难。别这样，伊芙利特，用原始记忆对你的身体不好。目前他好像只允许我和乔伊斯接近，因此大部分需要靠近他的治疗都是由我们进行的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主要可能还是生理方面，因为矿石病的影响，伊芙利特的身体一定长期处于疼痛状态，这也会导致他烦躁易怒，缺乏安全感。长期处于疼痛状态，天哪！所以平时还要靠药物镇痛，而注射特制药物的过程中，病灶还会有疼痛感，并且这种治疗造成的疼痛是缓解药物难以缓解的，所以他抗拒注射，每次治疗完都会心情很不好，好惨啊！至于心理方面的情况，还只能猜测，估计是经历过非常痛苦的事情，造成了应激综合症，而我们评估他的心理年龄要落后于生理年龄4到6岁。哦，怪不得小火龙看起来还是这么的，明明已经有少女的那种，明明已经是少女的年龄了，却看起来还像个小孩子一样。我有几个关乎调查的问题，现在可以问他吗？这恐怕他无法回答。伊芙利特目前为止一直没有说过话，现在还不清楚他是语言能力缺失，还是不愿意说话。不过我记得您是他最早表现出无敌意状态的人，也许您可以试试。哦，伊芙利特还是很信任塞利亚的呀。伊芙利特，是我，塞利亚主任来看你了。你见过的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好，伊芙利特。这是什么画面？你端个水怎么这样的表情？我是在看啾啾吗？以塞利亚主任的脾气，这熊孩子怕是会被制裁啊。但塞利亚主任看起来好像有点僵硬，不会，可能是不会关心人，是这样的。该不会他其实不擅长对付小孩吧？伊芙利特，吃药吧。这么耿直，直接同手同脚了都，这样子耿直，
果然，这哪行啊？塞利亚主任，他其实就相当于8、9岁的孩子，要哄哄他。哄，哄！塞雷亚震惊。对啊，对啊。伊芙利特，吃药，吃了药就不疼了。塞利亚主任，塞利亚主任，你在干什么？大郎吃药了。哦吼，但他真的吃药了耶！居然真的吃药了啊！该说不愧是塞利亚主任吗？快喝口水咽一下。所以说塞利亚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对吧，就是可指小孩液体的，你再哭就把你扔出去，外面都是野生的塞雷亚。真棒哦，看还是有在哄哄的嘛。伊芙利特，塞利亚主任说想和你说说话。塞利亚主任，那我在外面等，有什么事你可以呼叫我。哦，好。怎么样？塞利亚主任正在尝试询问伊芙利特关于调查的一些问题，但伊芙利特对你都不说话，对那个塞利亚主任更不可能了吧？是啊，毕竟是塞利亚主任。你们的话很奇怪啊，塞利亚主任怎么了吗？我觉得他挺好的呀。挺好的？奇怪的人是你呀，赫莫，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塞利亚主任的事迹吗？我操，JoJo 我靠，有点笑到，什么玩意儿？哎，这 BGM 是智能的吗？悲伤的时候有悲伤的音乐，欢快的时候有欢快的音乐，我明明只是点的随机。好家伙，塞利亚主任是全蓝营声明最严格、最铁面无私的人，别说普通研究员，哪怕是各位主任都惧他3分，轻易不愿跟他照面。不管是防卫科还是其他科室的人，一旦有任何他认为不对的事情被他逮住，首先免不了一顿严厉的训斥。什么韩文清认罪书，此时最好立刻认错，深刻反省，再附上你可行的改正方案。要是给不出方案，塞利亚主任就会带上你的上司一起约谈。主任，我错了。我把刚才的话复述一遍，你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吗？好凶啊！一直谈到有方案为止，但是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啊，这就是认真的人的反应。认真的人是这样的呢。哇，这就是超级优等生的共鸣吗？哎，不是啦，我只是觉得这样的程度还算可以理解吧。这当然不是最可怕的。若是你胆敢对塞利亚主任有一句狡辩，那你经历的将不是训斥，而是一场从行为分析到灵魂解剖的重生之旅。你人格上的弱点都会被理性解构，在正午的阳光之下暴露无遗，没有一丝遮掩啊！听起来还有点那个好刺眼。这个研究员怎么一言不发突然就爆衣啊？经历过的新人，有的哭着离职，也有的接受了3个月以上的心理治疗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不要问。他说的新人到底是不是他自己？其实这还只是对研究员来说的恐怖故事。我听说塞利亚主任也会参与防卫干员的训练，期间曾经有过一些因为不服而企图通过武力挑战塞利亚主任的勇士。啊，就你这塞雷亚是吧？放下拳套做我的女人，现在来得及？什么玩意儿？就你要这样塞雷亚是吧？啊，铁定没你好果子吃啊！都被塞利亚主任从物理上解决掉了。啊，这个也太好笑了吧！只能借酒消愁，对吧？拿兄弟的衣服擦眼泪。跟我说这个故事的人不愿描述当时的情景，只说从那以后，防卫干员们对塞利亚主任都是从细胞层面、从分子层面的拜服。哇，好恐怖啊！这种画面我一直以为只有在恐怖漫画里才会看到。所以传说塞利亚主任从心脏到拳头都是钻石做的，坚硬无比，强硬无比，无坚不摧。这就是坚城吗？这就是坚城吗？但你们也看到了，伊芙利特好像还挺听塞利亚主任的话，说不定……怎么了，塞利亚主任？感谢爷爷的粉玫瑰。啊，小火龙怎么突然间情绪不稳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伊芙利特，别怕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塞利亚主任，您刚才做了什么吗？
一开始的几个问题，他都会用点头或摇头回答。但当我说到，那么你所在的实验室叫做海顿1号实验室，对吗？啊 ，PTSD 了，直接。抱歉，赫默研究员，是我问的太着急了。不是我估计不足，看来伊芙利特的应激综合症比预想的还要严重，近期还是不要让他回忆过去的事为好。的确，那么接下来伊芙利特的治疗还得辛苦你们费心了。不会不会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另外，那个，怎么了？看伊芙利特今天的反应，我感觉他特别喜欢您。也许他依稀记得是您把他救出来的，所以如果塞利亚主任能够经常来探望他，说不定他能恢复得更快。啊，当然我知道塞利亚主任肯定很忙，这是不情之请。天哪，这个赫默，原来赫默也有过这么可爱的时期吗？天哪！原来赫默谈起塞利亚时，也会露出这么少女的表情。如果完全没有时间的话，也，哎，同意了。您答应了？没错，我会抽空过来看他的。可是这不会对您造成负担吗？要是影响了您的工作，没关系，这样伊芙利的今晚好起来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。啊，好可爱，这个脸，真的太感谢了。赫默研究员，后续治疗流程需要赫默研究员的操作权限，乔伊斯研究员请求协助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去。塞利亚主任，抱歉失陪了。好的，你去忙吧。有点霸总的感觉了。塞利亚主任真的来了，赫默你好厉害啊，居然能请得动塞利亚主任。不是我厉害，是塞利亚主任人好啦。天哪，无法想象怎么会变成未来的样子。啊，哦，这几幕也太温馨了吧，完全就是一家人啊。我靠，怎么换衣服了？这衣服也太大姐姐了。辫子是谁给你扎的？哦，老师这一块有明显的吸附迹象。很好，做得非常好，赫默。感觉草莓圣诞最好吃了的泡泡糖，这老师看起来好吓人啊。罗德岛治疗室，哎，怎么突然回罗德岛了？塔利亚，你终于醒了哦，所以刚刚那一段的设定其实是小火龙的梦啊。你这家伙害我担心死了哈！伊芙利特，他才刚恢复，不要胡闹。赫默，达利亚，这是赫默，是赫默治好了你，快向赫默道谢。就是赫默治好了你，快向赫默道谢，也太可爱了。有种那种在炫耀的感觉啊！我妈妈是医生，妈妈好厉害的。哼哼，我就知道她以前治好过我，现在一定能治好你的，对吧，赫默？那当然了。哎呦天哪，真的妈妈。伊芙利特，达利亚的病需要坚持治疗。你说你是他的老大对吧？那你就要当个称职的老大，照顾好达利亚。不治疗的时候你可以带他逛逛，但一定要保证他按时治疗，好吗？放心，交给我吧。达利亚给的体检报告如何？个体姓名达利亚，体温异常升高，且难以通过治疗手段降低。快速造影检测结果显示，该个体体内脏器轮廓模糊，可见大量异常阴影。血液原始结晶密度为 0.68， 这么严重？不出所料，他的一些指标比当年伊芙利特还糟，难以想象那孩子是怎么过来的。他的体温已经高到烫手，可他却还能正常的行动。唯一的解释只有，他一直以来已经习惯了如此高的体温。天哪，这么恐怖！原来如此，所以他在想用水冲自己降温啊。从体征数据判断，个体达利亚毫无疑问是旷世病晚期重症患者。天哪！虽然抢救了回来，但他随时可能迅速恶化。赫默医生的治疗建议是，白面香，我想请你帮我收集一些资料。您需要何种资料？我需要你帮我调查一下达利亚的生活环境、家庭条件、过往病例等背景资料，这些有助于制定治疗方案。
感觉应该是没了，可能是没有了，应该不会上到的。但这得回到达利亚登船时的港口再做调查，需要你辛苦出一趟外勤。请稍等，数据库内已经有能够满足您的搜索请求的内容，以下是搜索结果。白面笑说：“哎，不用出差了，直接百度。”个体姓名达利亚，年龄4岁，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为作物种植，收入微薄。母亲是感染者。该个体出生前就已经通过母婴途径感染，出生即为感染者，且从未接受过规范治疗。原来是母婴途径感染，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如此年幼，病情却这么严重了。哎，好难受呀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哎，我记得前面也有段剧情吧，有段剧情也是讲有个感染者怀孕了，哦，好像是秀锤的故事。可能也是觉得自己命不久也很想有一个孩子，可以怎么说呢？陪伴自己，或者说延续自己的生命吧。可是孩子生下来也是矿氏病患者，就很就挺虐的。该个体觉醒有能控制水的原始记忆，此能力极为罕见且极其危险。考虑到该个体尚处于幼年，缺乏自我控制力，建议对其进行妥善监护。危险吗？好像上次他也就是操纵水管里的水，弄坏了管道系统什么的。笨啊你！别忘了，除了水管里，你的身体里也有70%是水。哇，好吓人！这么一说的话，就觉得吓人起来了。除此之外，达利亚的父亲有严重的酗酒行为和暴力倾向，长期在酒后打骂达利亚母女。据调查报告中，其邻居所描述的，从隔壁传来那样的哭声，一直都是很平常的事。我靠，太哈人了！那家伙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但我们都很害怕他。有好几次，达利亚他妈都差点被打死。之前就经常喝醉酒闹事。这些年一直这样，他一喝酒就容易，我们都习惯了。但是那天夜里传来的尖叫声实在太吓人了，我们担心出什么事情，就壮着胆子去看，谁知道，把爸爸给抽干了，天哪！这也太恐怖了，那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可怕的场景。其实我也在想，能不能把它改成从左到右啊？